这样的身手去看守所作案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有这个本领，就武断地认为他是凶手。哦，当然不会。但是有一个怀疑对象，总比漫天撒网强吧？这个巴比哪吒，最近我可要重点关注一下。那我呢？你有什么工作交给我呢？当然有了。这几天你要多跑几趟银行，主要是外资银行，查一查有没有小丸子的账户。嗯，好。我说兄弟，你昨天怎么没代表你们球队上场啊？昨天有点公务，所以就没去。得亏你这头野驴没上场，我们才不至于输得这么惨。昨天晚上，我们橄榄球会谁打的四分卫？卢永华呀，他打的整场。那可不。这下了一晚上雨，球场糟蹋的够呛啊。昨天晚上几点开的球啊？晚上9点一直打到11点。徐同志，毕航还真有一个松下小丸子的户头。啊，是吗？那他在你们这儿有多少存款？好，我看看啊，存了200美金，不过他已经销户了。注销了？怎么会呢？因为他今天把钱都取走了。今天啊？什么时候啊？就刚刚。不可能啊！哎，刘经理，你一定好好想想，来的是什么人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个中年男人。中年男人。因为涉及美金交易，所以是大金银行的乡里刘笃信亲自办理的。我已经把他请到处里配合调查了。刘乡里是积极靠拢政府的合法商人，所以他很配合。那小丸子在大金银行有多少存款？据刘乡里说，一共存了200美金。200美金？嗯。那离5000也太远了。会不会是这个小丸子是随口编了一个大价钱，想调你上钩？又或者是他在别的银行还有其他户头？走，咱们去找刘笃信确认一下。刘兄，麻烦你帮我们仔细看看这些照片里有没有去你银行取过钱的人。好。等等，上一张。就是这个人。
封锁所有的出口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进出。是。封锁所有出口。请芭比哪吒大师表演他的拿手节目《密室逃脱》，有请。如果现在动手，尊敬的各位，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会引起观众的恐慌。最热烈的掌声，我们还是等节目完了以后再动手。芭比哪吒大师闪亮登场。小雪，你去后台等我。好。叶律，咱们俩一人守一个门。行。季组长，外面所有桌布都封锁好了。谁让你进来？出去。下面呢，有请2位观众上台，可以亲自用这根绳子把哪吒大师捆绑在后面的那根柱子上。请问有谁愿意啊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有请。希望2位足够强壮，来。绑警线。手痒痒了？那肯定嘛！要是我上个孔，他就是有3头6臂，我也3不2下把他孔成个粽子。好的。下面再有请1位观众上台来检查一下这个绳子是否正好穿着便装，请问有谁愿意上来？我。好，有请。请问是否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啊。好的，谢谢。既然没问题呢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4位观众上台，来把这个门框钉死在这个木箱上。没问题，把它非常好。有哪4位观众愿意上台？仅次于我。这个芭比哪吒在整个魔术行业里都是数1数2的人物，连卢永华这么个眼高于顶的人都对他赞赏有加。哦，就是。你要在这是干嘛呀？保护耶律去啊！他虽然脑子好使，但他身体不行。大家可以同时检查一下这个木箱是否是密闭的。正如大家所见呢，这个门框已经被钉死了，而且木箱也是密闭的。接下来，请大家屏住呼吸，跟我一起见证这奇迹的时刻。谢谢4位。下面有请我们的助手上台，把钉子起掉。
面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倒数3个数，3、2、1。局管会办案，所有人在自己位上坐好。往外跑的观众太多了，我们没拦住。发现枪手了吗？还没有。带人搜索附近的街巷，这个枪手跑不远。是。小童，把局长老师叫来。是。叶律，你这儿有什么发现？气管断了。组长，他就是这儿的管事。没事，您别紧张啊，我就问您个事儿。巴比哪吒表演魔术的时候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通道可以通到这幕墙里的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时所有的观众都能看见这3面墙，那么凶手要行凶的话，就只能是从背后那面幕墙下手。我觉得不可能，凶手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块木板拆掉，作案，再把木板拿钉子钉起来。这就见了鬼了。老季，什么？这是刀牌。那这么说，巴比哪吒有可能是自杀。从他脖子上的伤口来看，完全符合这片刀片。别大了，把管事带到花间间等我。是。小雪啊，你以前不是医生吗？在王法医来之前，你看看能不能从他的伤口上发现什么新的线索。好。长官，巴比哪吒在你们这儿登台多久了？
回长官的话，自打解放前就在这里了，大概也有4、5年的时间了。那你们应该算是老相识了。他手里的刀片是怎么回事？人命案，还敢隐瞒？不敢。刀片是巴比哪吒自己的。长官，你也知道，这戏法界，它就是个江湖，同行是冤家，经常会有人扮成观众过来砸场子。要是一般的观众，就是10个也困不住巴比哪吒。可如果是同行有备而来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巴比哪吒怕吃这哑巴亏，所以每当演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他都会在手掌心里暗藏一个保险刀片儿。万一绳子解不开，他可以借助刀片儿。他2个手是被反绑的，怎么借助刀片？长官，绑着的是他的手腕，不是手指。他的手指还可以动。他们这些变戏法的本身就比常人的手指灵活，刀片又非常小，所以就算绑着他的手腕，他也可以利用手指的力量，把刀片完全在背后利用得很自如啊！我亲眼见过，2下子的事儿，绳子就断了。那他的刀片是什么牌子的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当然知道。应急用的，他对刀片的要求还挺高的。这刀片是我帮着他买的，是美国吉利牌的。老总啊，巴比哪吒就住在这里。知道了。耶律，验尸报告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死者伤口集中于颈部，一共有7处之多，致命伤是其中1处，切断气管导致窒息死亡。死者身上除了颈部的伤口外，没有其他伤痕。胃溶液检查了吗？检查了，没有发现毒物，血液中也没有。你看一下。报告组长，里边发现几张洋钞票，
组长就这儿。那这是什么钞票了？美金。美金？根据我的推断，案情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4位观众上台，来把这个门框钉死在这个木箱上面。正如大家所见呢，这个门框已经被钉死了，而且木箱也是密闭的。接下来，请大家屏住呼吸，跟我一起见证这奇迹的时刻。当我们到达剧场以后，被正在台上表演的巴比哪吒发现。巴比哪吒知道自己杀人的事实败露，于是趁木板被钉上，观众视野被遮挡之际，他用藏在手中的刀片试了几次，最终他割断了自己的气管，当场死亡。法医的解剖结果显示，死者的伤口符合单刃刀片的特点，由此我的结论是自杀，畏罪自杀。叶志奇啊，谈谈看你的看法。老纪分析的天衣无缝，我这儿也没什么好解释。更何况那200美钞就是在巴比哪吒家里搜到的，赃物、动机都有，凶器也对得上，所以畏罪自杀是完全有可能的。那动机是什么呢？巴比哪吒为什么要冒险杀死小丸子？而且他是怎么知道小丸子的手里竟然有美元的存单？这种问题还用问吗？这不是明摆的吗？叶立奇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侦查天才。对于你来说是明摆着的事情，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学过刑侦的人来说，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啊。我也想不明白。我也想不明白。那好吧，那我就简单的跟你们讲一讲。这200美钞本身就是巴比哪吒的钱。国民党垮台以前，在民间搜刮财富，曾经实行了2次币制改革，这你们都知道吧？当然知道，先是法币改成金圆券，然后是金圆券改成银圆券，每改一次，百姓手里的财产就缩水几分。所以呢，对于老百姓来说，把钱换成金银外币才是最保险的选择。可是国民党政府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他们严禁民间持有金银和外币，必须按照他们的牌价换成他们的货币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大街上每天都在枪毙经济犯，其实都是一些私藏金银和外币的普通老百姓。所以呢，像巴比哪吒这么有名的魔术师手上肯定是有积蓄的，那么他要不把这些积蓄换成美钞，就会贬值。而中国银行又没有这项业务，它只有去外资银行，而外资银行又一律不对中国老百姓提供兑换存储业务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我大致明白了，你是想说，巴比哪吒用小丸子的名义把他的财产换成了美元，然后存在了银行里。虽然小丸子是个妓女，可她毕竟是日本人。小丸子敢开价5000美金收买我，这说明有不少的人利用他的身份去兑换资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小丸子想霸占巴比哪吒以他的名义存在银行里的美金，所以巴比哪吒才下了杀手？你说的对。我还有个问题啊，你说巴比哪吒是以小丸子的名义把钱存在银行的，
那么他又是怎么把钱取出来的呢？银行是人开的，是人就有弱点。我们查过了，巴贝哪吒呢用了10块美金收买我们银行柜台的一个职员。他说那存单上的人是他老婆，现在身患重病，所以我们的职员就把钱给他了。啊，我已经把那个违背操守的职员给开除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处长，这个是小丸子，还有这边是巴比哪吒，这2个案子，您看是不是可以结案？好。我觉得这2个案子先暂时缓一缓，先不要结案。处长，您是觉得这2个案子里面还有什么蹊跷呢，还是觉得我们有什么疏漏？恰恰相反，我只是觉得这2个案子太过于顺利了，反而让我有些担心。让我再想想。好，那我把这2个案子先挂一挂。好，那您先忙着。哎，忙着呢。季组长，谢谢。这个巴比哪吒还有小丸子的案子，你抽空再梳理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。不是就结案了吗？秦处说这2个案子太顺利了，怕有什么不妥。懂什么呀？哎，你说话稍微注意点。秦处从事了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，这种人的直觉最准。再说了，小心没大错，听话啊！再梳理梳理，走了。处处都护着这个秦天明，给根稻草就当真。我也相信老师的直觉。你说什么？你也觉得这个案子办得不扎实？我觉得老师说的对，所以我也相信他的直觉。直觉？他直觉这么准，那你跟他去学直觉好了，跟我学什么推理呀？他直觉那么准，当初会被我抓住？叶绿琪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别动。耳朵上毛细血管扩张，眼睛瞳孔微微放大。刚才说到他的时候，还下意识地舔了一下嘴唇。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无聊。直觉。宋组长，今天叶律说了反动的话来了。等等，都说什么了？给我讲讲。他说了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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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动的话。嗯，他说呀。
行。啊！哎，是，咱们村里的我也学习学习。他说呀，这个青粗糙一介虚流星，这个青粗糙的耳朵就发红，眼睛就放大，这个心脏啊，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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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反动了。是。你喝水，嗑瓜子儿。大妈，这都几点了？您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应该说话就回来了。我刚才让人给他烧话了，让他早点回来。我儿子可听我的话了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我说的话，他不敢不听。只要他现在呀，大小是个管事儿的，而且他们那处长可器重他了。我是觉着可能保不齐的，遇上点紧急的公务，可能耽搁了。要不你在这儿，你嗑着瓜子儿，喝着茶，我去迎迎他去，不急呢。咱晚上吃饺子啊，你看看啊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我不是找人给你捎话，让你早点回来。又打醋去，今晚又吃饺子，又要给我相亲。胡同口老张的侄女在私立医院当护士。你甭给我推理，你说的全都对。我跟你说，赶紧的，人家都等急了。我觉得这姑娘还行，对人热情点。我买醋去。好嘞，吃饺子，快点。你好。我说你怎么一个月工资这么低啊？连我们医院的见习医生都不如。那是啊，我们杀人的怎么能比上你们救人的呢？你怎么还杀过人呢你？啊，我们在巡捕房干的人，谁没杀过人？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？今天刚杀了2个人，手都没洗呢。杀人杀久了，就喜欢上这血腥味儿了。有时候都舍不得洗掉它。啊，好香啊，好香，脑浆的味道。咸咸的。你尝尝。干嘛？走开！你闻闻，哎，别走啊，闻闻啊。哼。我多
有什么线索吗？没线索，我擦地了。哎，小许呢？他说他不想喊你爹了。那他去哪儿？他说他去找太太。行，你接着玩。小许同志，去哪儿？我已经请示过领导，正式退出你的小组，所以我没有义务向你汇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去张太太那儿没用，马扶摇不会那么傻的。留在你这儿，我觉得自己更没用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？我有什么问题啊？好，既然你问到我了，那咱们就好好说说。自从到了你这儿，你就没教给我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你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。你总说有危险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担心我，我感激你，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危险。你是打心眼里就不相信我。对，我之前是举报过你私藏枪支的事情，这是我不对，你应该不相信我。而且我也告诉自己，应该忍着点你的脾气。毕竟你也不容易，从国民党的队伍里被收编过来，你遇到的不信任、遇到的坎坷和困难比我多。但是你不能因为别人不如你，你就瞧不起人家，不顾人家的感受搞人身攻击呀。你这样是不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尊重的。我知道，我可能没有资格在你面前说这些，因为我就是个医生，我连卷宗都不会看。但是我希望你好。你在我心里是一个有风度、有才华的人，我崇拜你，我崇拜你的聪明，崇拜你那种像神一样的推理的能力。但是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，反正我走之后就不会再有人烦你了，但是也不一定会有人在你每次犯错误之前拦着你。你多保重。谁呀？我是经管会的耶律齐。耶律警官，来，进来坐。小许同志呢？徐长官，他没来呀？是今天没来，还是这几天都没来？啊，不光今天没来，这几天也一直没来。月光下的城，北风中是谁的白雪皑皑，凌乱的脚印，冻僵的行李不必打开，免得逃避难为情。
总是对我很慷慨，交给我的心，习惯了偏执的距离，一再小心也逃不过易碎的你。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怕被害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总是对你很慷慨，交给你的心，天真的跑进风里，不再小心，一路上逆风而行。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，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或是不该，那么一定是精彩，精彩的不该。